你刚来到火影的世界，就带筑间去看匪间被金银角追杀，气得前者当即套大佛秒杀全场。如今永代妹一招飞雷神二段重创带土，看得刚说他飞雷神不行的匪间脸色微微发红，而筑间可不管那么多，双手合十，仙人纹路再度出现。九尾太危险了，我决定先把他做了再说。刚准备发动仙术，你缓缓抬手，筑间，你停留在这里的能量已经不足以发动仙术，况且永代妹没那么简单，我们拭目以待。战场上，带土拖着受伤的手，脑海里是各种诧异，真不愧是活水，比死水还阴。正想着，永代妹的手已经来到他的胸前。油断も隙も平石の術、そうか、俺の体のどこかにマーキングを。契約封印、俺からキュービを引き離す気か。これでキュービはお前のものでなくなった。此时此刻，筑间与匪间不禁一起赞叹：永代妹的战斗智商真高。九尾的控制被解除了，神秘人也遭到重创，看来不需要我们出手了。接下来如正常剧情一样，带土受伤跑路，永代妹召唤文太出来协助自己，将九尾转移到了村外。九星奈也及时出现，用最后残存的力量暂困九尾。三代目刚带着暗部赶到，想一起协助时，却发现永代妹设立了结界，根本进不去。九星奈，我会用尸鬼封禁，将九尾查克拉分成2份。闻言，九星奈明白水门这是要牺牲自己，变成死水来拯救木叶村。不远处，匪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他可是永代妹火影啊，怎么能为女人自尽呢？大哥，我就说不该碰女人，做西格玛火影才是出。一个逼斗抽在他脸上，匪间，你不懂爱，你打断2人的纠缠，待会儿再扯，该我们出场了。当水门即将结印完毕时，3人凭空出现在他面前，下一秒，水门带着九星奈与鸣人瞬闪离去，速度之快，连匪间都没看清。大哥，永代妹居然认不出我们。筑间大笑，有什么关系？我先控制住九尾。木盾木人之术，一个巨大的木人显现，大手将九尾抓在手里，像把玩手办一样。九尾感觉到熟悉的力量，顿时呼声有点索然无味起来。挣扎不存在的，像当年那忍者之神，一边高喊什么九尾你太危险了，一边双手合十，就这么把我给封印了。到底谁才是怪物啊喂？这一刻，水门才认出眼前的2位是初代目与2代目。2位有什么办法救救我妻子？她失去了九尾，生命力已经所剩无几。你无语至极，把九尾封印回去不就好了？这么简单？很快，九尾重新封印回九星奈体内，生命力肉眼可见的恢复。水门第一时间用飞雷神送母女回去。在此期间里，匪间一拳打爆结界。猴子，滚过来挨骂！闻听此言，处于怀疑的3代目彻底懵了，真是初代和2代大人，还不是绘图转生的那种。一番沟通下来，匪间肺都气炸了。在这个世界里，自己被金银角干掉后，宇智波靳也因为断后嘎了，团藏还拿走他的双眼，而这一切袁飞都看在眼里，望在心里。一个大逼斗抽在袁飞脸上，刚好被飞回来的水门看到。我没看错吧？2代目抽了3代目一个逼斗。袁飞也明白自己做的一切确实该打，尤其打他的是2代目。你摆摆手，好了，现在不是翻旧账的时候。入侵木叶的是宇智波带土，你们得追着这个线索去查。此话一出，众人都惊呆了，尤其是水门，怎么会是带土？他早就死了呀！真相告诉你了，想知道原委自己查。匪间冷哼一声，果然宇智波就是邪恶的。筑间抬了抬手指，匪间。后者急忙转移话题，永代妹，你的暗部呢？发生那么大的事，为什么直属暗部不来增援？水门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，那个我才刚继任不久，直属暗部还在组建中。又一个逼斗抽在袁飞脸上，匪间用屁股想都知道是3代目不肯放权，不然哪有火影连个暗部都没。接着几人开始问3次忍界大战的情况，当聊到千手一族都嘎光时，3代目是真的汗流浃背。匪间揉了揉手，大哥，这下我动手，你应该不会拦着吧？筑间点点头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就这样一顿边问边打下，3代目交代了一切。得亏匪间查克拉还没恢复，不然真会出人命。就在这时，筑间感到一股势力，你摆摆手，时间到了，2位，我送你们各自回去吧。言毕，3人消失在原地，留下袁飞一脸懵，但脸上的猪头像证明刚刚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。1号火影事件，筑间一回来就和匪间讲述自己的经历。大哥，你是不是中幻术了？这些事情怎么可能啊？然当他听到斑马上要叛逃出村，并带着九尾反攻木叶，死在大哥手下时，匪间又觉得这故事的可信度一下就高了好几成。难怪邪恶的宇
宇智波斑最近露面少，原来是在谋划着干坏事啊！讲完一切后，逐渐想起和斑有约会，立刻丢下匪剑离去。等我回来给你物色一门亲事，什么做西格玛火影，门都没。南鹤神社，斑冷冷开口：“哈西拉玛，你迟到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宇智波与千手终究是不可能结合，就如同我跟你将会是。”就他妈的！逐渐打断斑的发言。妈的了，我决定让你来担任2代火影，如何？突如其来的变卦完全打乱了斑的思维，令他不知所措。才半天没见，哈西拉玛怎么变化如此之大？难道他已经知道了我的意图，故意而为之？逐渐见斑不信，双手抓住他的肩膀。明天我就会正式立下遗嘱，在我之后，你就是2代目。见哈西拉玛如此真诚，斑长叹一口气。我本打算离开村子，但你这一行为让我措不及防啊！可这种独断的大事会让你受到极大的阻力，乃至影响火影的名。我不在乎，我只要你留下。热情似火的话语，像极了因小矛盾即将离家出走的妻子，突然被老公敞开心房挽留，甚至愿意改变自己与全世界对抗。这一刻，斑动摇了。哈西拉玛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逐渐将刚刚的事说了一遍。当讲到自己杀了斑时，对方笑了。哈西拉玛，你以为你是谁？真的能杀死我吗？为了留下我，编这么个故事好玩？逐渐无语，请你相信我，我大概率15年后就嘎了，到时候你继任火影，第一次忍界大战不可能爆发，维护世界和平靠你了。自从回来后，逐渐想了很多，如果斑就任2代火影，以他的威慑力，忍界大战根本打不起来，因为那帮忍村刚露头就会被须佐能乎给秒了。突然，逐渐再次搭在斑的肩膀上，妈的了，你也不希望宇智波族人被匪剑欺凌吧？此话一出，斑再次语塞，他可以不在意一切，但不能不在意对亲弟弟的承诺。最终，斑答应接任第2代火影，心里却是对你这个仙人很是好奇。搞定一切后，逐渐语不惊人死不休。妈的啦，等明天宣布完消息，跟我一起去把尾兽都抓回来吧，他们太可怜了，不应该流落在外面，我们得给他们一个家。这话斑爱听，是该出远门，顺便起起舞了。待逐渐走后，斑一个人陷入沉思，未来的我到底是怎么败给哈西拉玛的？只有一个可能，假死。斑一下就想透了，我真是个天才。突然一道声音在他后方响起，斑在想什么如此高兴？话音刚落，斑秒开永恒万花筒，死死地盯着那道身影。灵根感，你就是那个诱导仙人，没有任何查克拉波动，凭空出现，这就是所谓的仙人吗？念及此，斑不禁热血沸腾，想要跟这种强者舞一场。正准备开高达时，你紧忙抬手拦住。斑，你所解读的碑文是错误的，无限阅读并不能让世界和平。闻听此言，斑不禁色变，可笑，一个外来者的话能比我祖先流传下来的真理要可信吗？你没空当谜语人，直接一针见血。既然无限阅读能实现世界和平，那为什么6道仙人不用？斑不由一怔，对呀，为什么6道仙人不用，反而留下文字给我们子孙？马萨卡，没错，石碑被人改过，一个名为黑绝之人，为的是通过无限阅读来复活他的母亲大筒木辉夜。斑沉思片刻，证据，我需要证据。你嘿嘿一笑，我可以带你去未来看看，见证无限阅读实战后的谎言和代价。前提是，说着时你的眼神变得凌厉，你去把岩影村给灭了，覆灭岩影村。斑嗤笑，这个饼画的可真好啊！你摊摊手，做到后我可以告诉你复活全奈的办法。说罢，消失的无影无踪。斑的瞳孔一缩，我倒要看看你一个诱导仙人目的为何？还有那个所谓的黑绝，企图愚弄我，等死吧！一日，逐渐召集村里所有大家族，宣布斑为2代火影，引起了所有族长的惊愕与抵触。说好的民主推选火影，怎么突然就独裁了呢？这不合理呀！把狗骗进来再杀是吧？逐渐显得极为谦逊。如果万一哪天我没了，斑是最好的人选。然各大族长是欺软怕硬，根本不给忍者之神的面子。匪间也看得无语。大哥，你这种态度怎么可能指定得了？逐渐双手一摊，那你说怎么搞？匪间心生一计，谁要做2代火影，就让谁发言不就好了？逐渐眼前一亮，对呀，马达拉，要么你发表下竞聘宣言。斑不耐烦的冷哼一声，啰嗦至极。永恒万花筒秒开，神色冰冷的扫了下会议室。赞成的给我磕一个，我放过他；不赞成的也磕一个，我放过他下辈子。